一杆上古魔尊用过的万魂幡，如今却被乞丐随意摆在地摊上贱卖。即便被我以2枚灵石的价格买下，他也依旧沾沾自喜，欣喜若狂，认为我这个冤大头终于上钩了。毕竟这杆万魂幡残破不堪，毫无煞气，即便白送给其他修士，别人也嫌弃带出去丢人现眼。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我竟然拥有一块神奇的修复面板，不仅能修复所有残缺破损的物品，甚至连重伤垂死的天地生灵，我都能将其修复得完好如初。只不过眼下，我还只是个连灵田租金都交不起的落魄灵职师，也只能先狠心咬牙，耗费珍贵的5个修复点，先把那本顺手买来的残缺版灵语术修复好再说。夜幕降临，我趁着方室灯火辉煌，我匆匆赶回自家小院。刚踏进家门，一阵粗暴的砸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警觉地站起身，望向门外，大门被猛地撞开，尘土飞扬，一股夹杂着雨水和血腥味的风扑面而来。那2个小兔崽子死了没？没死就滚出来！门外传来粗暴的声音。进门的是青云方士出了名的无赖汪九，仗着炼气中期的修为横行霸道。汪九爷，恕罪恕罪！刚才睡得太沉默，听到门外动静，我故意装出恐惧的模样。你小子还活着？汪九脸色阴沉，上个月灵田租金还没交，今天要是再不交就给我滚蛋！有钱有钱！我赶紧从怀里掏出2枚灵石递过去，这是上个月的租金。汪九爷您点点。汪九掂了掂灵石，脸色并未好转。刚才的是租金，这些是给您的孝敬。我又迅速从储物袋里取出1枚灵石，恭敬地递给他。见钱到手，汪九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不错，听说你最懂事，年底还会多给你点好处，好好干，前途无量。说完，他便大摇大摆地走向下一间房屋。下一个租客是位身姿曼妙、风情万种的女秀。片刻后，隔壁便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狗男女！我在心中暗骂，等我修复出强大的法术，一定要让你们后悔。等院子恢复平静，我松了口气，仔细端详着那本残缺的灵语术，我开始尝试修复，投入修复点。当日剩余修复点数8，当前可修复法术残缺灵语术，可投入5修复点进行修复。修复中，几分钟后修复成功，面板显示出完整的灵语术。当日剩余修复点数3，灵语术已修复。等阶下品，水系法术，可牵引天地间的雨水灵气行云布雨，滋润草木，复苏万物。看着完整版的灵语术，我激动不已，脑海中浮现出清晰的行宫运行路线图。我开始按照口诀修炼。5天后，我走出房间，阳光洒落，微风拂面，面对灵田，我双手结印，几道灵光冲天而起。片刻后，乌云密布，细雨绵绵。我精准控制雨水，让它只滋润灵植，而自己滴雨未沾。成功了！我兴奋不已。灵田中的灵草已进入成熟期，价值超过8枚灵石，仅仅一次法术就赚到了我平时2个月的辛苦钱。我的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这次发财了！接下来的10几天，我全身心的投入到灵田管理中，直到所有灵植成熟，我将它们小心翼翼的分门别类堆放整齐。收获的灵草已经足够去青云方式售卖。我深吸口气，望着身后堆积如山的灵草，心中满是喜悦。有了灵语术的加持，我的3亩灵田产量翻了好几番，这意味着我可以快速积累财富。我甚至将闲置已久的仓库也利用起来，屋子里堆满了灵草，麻袋都快装不下了。目前最重要的，除了售卖这些低阶灵草，就是去万法阁购买强大的攻击法术，以便防身。想到这，我迅速穿好衣服，洗漱完毕，便推门前往方室。走过长街，刚踏入万法阁，熟悉的陈掌柜便迎了上来。远哥又来了，今天想买点什么法术？陈掌柜笑着问道。我这次是想出售低阶灵草，不知道您这里什么价格？远哥放心，我们这里童叟无欺，物美价廉。陈掌柜引我入内，热情的介绍。忽然他愣住了，等等，你是说出售灵草，而不是购买？是的，我平静的回答道。远哥，你平日灵田的收入不是刚好够交租金吗？陈掌柜怀疑的打量着我。最近灵田产量大增，所以我才来售卖。我解释道。陈掌柜眼中闪过狐疑，我们这儿收低阶灵草需要大批量，至少20株，如果不够，下次再来也行。这些够吗？我从储物袋中拿出100多株灵草。够了，绝对够了。陈掌柜眼中露出惊讶，表面上却强作镇定。我去找几个伙计来点数，请稍等。不久，交易顺利完成。我望着储物袋中增加的30多枚灵石，心中欣喜若狂。交易结束，陈掌柜依然热情地送我离开。接着我又去了另外2家店，将剩余的70株灵草售出。最后我花光了所有灵石，买了本残缺的中品法术庚金剑诀，以及一件破损的低级防御法器。赚钱如挑土，花钱如推沙啊！我拍了拍空荡荡的储物袋，不禁苦笑。这次方士之行，我兜售了200多株灵草。为了不引人注目，我特意分批卖给了不同的店铺。这么大笔财富难免会引来觊觎，我不想惹麻烦。这次收获颇丰，如果能修复这本庚金剑诀和那件破损的防御法器，我就赚大了。我暗自盘算着。天色已晚，我回到家，迫不及待地关上门，然后打开储物袋，一本古朴的秘籍和一块土黄色的4方盾牌静静地悬浮在半空。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6，当前可修复法术残缺庚金剑诀，可投入9修复点修复。当前可修复法器龟纹盾牌，可投入18修复点修复。看着修复面板，我心中了然，已经10多天没修复了，每天都会获得1个修复点，不同的修复对象难度不同。没想到修复这块龟纹盾牌竟需要18点，比灵语术高了3倍多，我心中有些惊讶。难道这龟纹盾牌品质极高？是我捡漏了？我迅速冷静下来，在修仙界，汪九目前是我最大的威胁，我急需变强。目光落在了残缺的庚金剑诀上，我毫不犹豫直接开始修复。片刻后，面板上发生变化，当日剩余修复点数7，庚金剑诀已修复，等阶中品，精细法术，以自身灵气凝聚
凌厉的庚金剑气，10丈外可隔空杀敌。太好了，我终于拥有了强大的攻击法术，我心中狂喜。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远哥在家吗？一个娇媚的声音传来，让人心神荡漾。我警惕地走去开门，眼前是位身穿青色仙裙的年轻女修，她皮肤白皙，身材高挑，眼神中透着几分魅意。孙道友有何贵干？我问道。远哥你真厉害，昨天看到你田里的灵草都成熟了，能不能便宜卖我些？孙离语气轻佻，我微微皱眉，知道他和汪九有些瓜葛，不想理会。6株灵草送你吧，我想快点打发他走。我看到你今天去方氏卖了上百株灵草，这在田里种出来的产量真是天才。孙离意味深长地说道。你竟然跟踪我？我冷冷地问道。远哥人家是爱慕你，不是跟踪。他抬眼看着我，笑得有些挑衅。你是先天种田圣体，奴家只想服侍你。修仙界如此凶险，何不及时行乐？他靠近我，低语间热气扑面而来。今天就算了，我有事要忙，改日再聊。我赶紧递出5株灵草。孙离微微撅嘴，收下灵草后离开。你真是块木头，太不解风情了。孙离将灵草收入囊中，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走出大门，孙离站在十字路口，眼神闪烁。我不过是个资质平平的灵植师，却能在10几日内产出数百株成熟咸灵草。他定然猜到我身怀机缘，乱世之中，他终究选择了自保，压下愧疚，便要往汪九宅院走去。几乎同时，一道纯白庚金剑气从黑暗中呼啸而出，瞬间穿透他身体。一声惨叫后，他倒在地上，再也不动。我从黑暗中走出，面无表情。我曾给过他选择，是他自己选了绝路。确认四周无人，我弯腰轻点他的储物袋，按照方式方法引导灵力，我顺利打开了孙离的储物袋。3尺见方的玄幻空间里，40多枚灵石堆成小山，还有5张1阶下品灵符，1张1阶中品灵符。最让我惊喜的是一柄8掌长的玉质飞剑，虽然不知道品阶，却是真正的法器。我心中清楚，这些多半是孙离哄骗男人积攒的财富，也算为民除害。可想到汪九，我就心头一紧。他炼气6层，还有中品法器万寿塔，我杀了孙离，难免会被他怀疑。眼下唯有尽快提升实力，才能自保。今日恰逢青玉方士赶集，我腾身直奔主干道摆摊处。主干道上修士络绎不绝，散修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的目光落在披头散发的老头摊位上，那里摆着一本撕毁大半的秘籍，只剩御剑2字。小友，你可是看中了什么？老头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伸手就来拉我。我避开他脏兮兮的手，指了指御剑术残本旁泡烂的秘籍。这本是什么？这是敛容术。老头咳嗽2声，烂是烂了点，但也是少见的法术。1枚灵石给你。我心中暗喜，敛容术能帮我隐藏身份，避免兜售灵草时暴露家底，嘴上却故作嫌弃。1枚灵石你不去抢，小友且慢，老夫可以便宜。老头急了，死死拉住我。1枚灵石连这本破烂御剑术一起给我。我作势要走，卖。老头连忙应下。我递过1枚灵石，然后收起2本秘籍，转身时心中早已狂喜。我快步赶回方氏外围的棚子，这地方每月要给汪九1枚灵石租金，胜在相对安全。关上门，拉起窗帘，修复面板瞬间弹出。当日剩余修复点数7，残次御剑术需21点，残次敛容术需6点。御剑术暂时修复不了，我当即决定先修复敛容术。片刻后面板更新，敛容术已修复，下品水系法术，可改头换面，打乱气息。有了它，日后兜售灵草，甚至逃命都多了层保障。咚咚咚，敲门声突然响起，我以为是汪九来了。远哥开门，快点开门！是我丁伯。我松了口气，却又生出厌恶。丁伯是个无可救药的毒狗，还染了升仙丹的瘾，想必又是来借灵石的。我不情不愿的开门，他头发蓬乱，一下子窜了进来。我可说好了，我刚交了租，身上1块灵石也没有。再说你上次欠我3枚灵石还没还我。我语气冰冷，远哥你一定要借我灵石，我发誓再也不碰升仙丹，不赌了。我已经1个月没吃东西了，看在我们曾在灵米铺共事，我还请你吃过东西的份上，借我3块灵石就好。丁伯眼睛布满血丝，浑身发抖，显然是升仙丹吃多了。我只说一遍，我没钱，我还有事，你请回。我冷冷拒绝，一把将他推出去，重重关上门。门外传来他的哀求与咒骂，最后撂下一句：我找灵米铺的杨哥评理，才渐渐远去。张扬和丁伯一丘之貉，也不是善茬。我心中愈发坚定，要尽快摆脱这底层的烂摊子。大半个月过去，距离汪九收租不足10日，我施展敛容术，再次来到万法阁，一甩手就拿出1000株成熟咸灵草。陈掌柜瞬间笑容满面，客官这些都是要出手吗？给我换成灵石吧。好嘞，客官请收好。听着灵石碰撞的声响，我将300多枚灵石收进储物袋。察觉到周围客人的觊觎目光，我快步走出万法阁，恢复原貌后迅速回家。20天过去，修复点数刚好攒够21点。我取出御剑术残本，没有犹豫，当即启动修复。片刻后面板显示，御剑术已修复，上品精细法术，可神念御剑隔空杀敌，小乘可飞行，大乘可100丈外取敌首级。我心中狂喜，终于有了真正的杀法底牌。可想到汪九的万寿塔，我又取出破损的龟纹盾牌，修复需18点，还差些点数。眼下我仍需抓紧忙活灵田，尽快收割，搬离方氏外围。清明时节，我刚回到棚子，就见大门敞开，丁伯和张扬正待在里面，锁头被扭断扔在一旁。我脸色一沉，快步上前怒喝：丁伯，你好大的胆子，没有经过我的允许，竟然带着张扬闯进我家。丁伯半躺在我的木床上，精神萎靡，张扬则坐在床边，体型壮硕，眼神精明。见到我，张扬拍醒丁伯，笑道：远哥回来了。丁伯凑上来想拉我的衣袖，被我甩开。远哥，你这次可一定要借我灵石，这么多天过去了，你肯定有灵石。我冷声问张扬：你来作甚？呵呵。丁伯输了些灵石给我，他说你有，就陪他来借点周转周转。张扬语气狡诈，我沉吟片刻，故作妥协。这样吧，我灵草已经成熟，你们来帮忙收割，卖了灵石就借些给你们。远哥，这可是你说的，走走走，现在就去。丁伯和张扬满脸惊喜，催
推着我出发，来到我的10亩灵田，看着满地成熟的咸灵草，丁博眼睛瞪得溜圆，张扬也满脸笑意。这么多灵草能卖30多枚灵石吧？远哥借我25枚，明天还你。张扬忽然盯住我的储物袋方向，远哥那是飞剑不成？你还学了御剑术？看来你最近赚大发了。我笑着取出那柄玉质小剑，掐着剑指让飞剑绕指飞行，特意给你们看看，这飞剑不错吧？丁博满脸震惊，张扬却察觉到不对，转身就要走。晚了，我轻声说道。飞剑唰的射出，张扬身体瞬间被飞剑穿透，当场倒地。丁博吓得通体冰凉，转身就逃，却被飞剑从眉心贯穿，倒在田埂上。我收回飞剑，蹲下身清点2人的储物袋。丁博的袋子空空如也，我忍不住咒骂，这比我脸还干净，赌狗就是赌狗。而张扬的袋子里竟有100多枚灵石，还有炼丹炉符比傀儡木，甚至还有一张1阶上品隐身符，这真是发财了。我心中狂喜，快速收割灵草，将2具尸体埋进灵田，随即返回棚子。我忽然意识到张扬绝不简单，他的储物袋如此富裕，说不定和灵米铺掌柜有关系。若是他的死被发现，再加上孙离的事，汪九必定会怀疑到我头上。看来仅仅搬到方氏内围还不够，我必须尽快学会炼丹制符，赚取更多灵石，提升实力。翌日我再次施展脸容术来到万法阁，陈掌柜认出我便笑脸相迎。客官您想要些什么？我避开他的热情，目光落在残缺的样符上，那是1阶下品清心符的样符，缺了一角，还有手迹，却只要1枚灵石。客官你确定这样符残缺是用来学习制符的？虽只是1阶下品，却很稀少，1枚灵石你可别反悔。陈掌柜提醒道。我知道。我点头付了灵石，又买了朱砂等制符材料，转身离开。脸容术实效过后，我直奔方氏内围的万仙楼，这里是散修挤破头也想住的地方。走进阁楼，柜台后一位风韵犹存的面纱妇人抬起头，客官可是要住房？我要1间房子，不知道1个月多少灵石？3枚灵石呢？妇人眨了眨眼，起身走来，身姿妖娆。小友你看什么呢？没什么。我移开目光，故意说道。我只是见掌柜的面纱之下似有伤势，不巧我曾机缘巧合见过医治此伤势的医术。妇人顿时心头巨震，神情变得认真。当真？这是真的。我回头找找看能否找到此医术，当下还请掌柜的给我间房子。好，小友先住下。妇人连忙应道。奴家名叫楚三娘，你若不嫌弃称奴家姐姐便可，只要能治好我的脸，奴家什么都满足你。误会了，我若能找到医术，不敢提什么要求，还请楚姐姐带路。你还挺懂人情世故，随姐姐来。住进万仙楼我没有停歇，再次施展脸容术出门寻找丹方。张扬的丹炉不能浪费，而唯有加入宗门，有了背景才能真正安心。炼丹制符都是我通往宗门的底气。修仙界凶险，唯有爬得足够高，才能睡个安稳觉。傍晚浓雾弥漫，我没能找到丹方，脸容术时效已过，只好快步返回万仙楼。刚进门就与人撞了个正着，我装作没看见，想要继续走，却被他拦住。怎么，远哥如今发了财，住进万仙楼就不认得故人了？是陈阳啊，我有事匆匆回来没注意。我挤出笑容，心中却泛起恶心。陈阳长相姣好，却为了灵石抛下尊严当了牛郎，和孙离并无二致。我向来敬而远之，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我不愿多待，转身就要走。呵呵，远哥还真是大忙人。陈阳不紧不慢地开口，你有没有听说丁铎和张扬已经死了，命魂灯都灭了，还有你原本的邻居孙离尸体也被找到了？你说此事与你有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殊不知我也是为了生存。修仙凶险可不是打打杀杀，需要人情世故，你说呢？我心里狠狠一颤，他显然知道些什么，是在故意敲打我，想要要挟我。杀机瞬间涌上心头。就在这时，楚三娘缓步出门，小友你可算回来了，不如来陪姐姐坐坐。不了，我先回去了。我趁机脱身，快步回到房间，重重关上门。陈阳知道我的底细，还猜到丁伯孙离的死与我有关，定然会来要挟我。汪九龄米铺掌柜再加上陈阳，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眼下制符和炼丹是最快赚取灵石的办法。我翻出清心符样符和制符材料，修复面板弹出，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8，破损清心符样符需3点修复。我当即启动修复，片刻后样符修复完成。我试着画了3张清心符，却全部失败。好在我能修复废弃灵符，且只需1点修复点数。我修复好失败的灵符，当即出门，再次施展脸容术前往万法阁。陈掌柜看着我递出的3张顶级清心符，神情精彩。客官，你这灵符……我没理会他的惊讶，换了45枚灵石，转身离开。制符的收益果然远超栽种灵草，可这点灵石还不够改变处境。脸容术失效后，我硬着头皮走进药王阁，这是6大宗门的药王谷，在方氏的门面，来者是客，看看吧。柜台后一名鹤发老人盘坐着，语气平淡。我在货架上仔细寻觅，终于看到一张撕毁一半的丹方，标价仅3枚灵石，找到了。我心中狂喜，当即决定买下，又转身去寻找炼丹材料。我付了3枚灵石，收起那本名为淬体丹的废弃丹方和炼丹材料，转身就走。我有自知之明，如今虽比方氏外围底层散修好些，但修为终究太低，还没资格让宗门修士另眼相看。但我并不气馁，有了丹方、丹炉和材料，只要再攒够修复点数，定然能学会炼丹。可刚回到万仙楼门前，对面面铺里就传来熟悉的声音：“远哥真巧啊，我们又见面了，不知可否赏脸前来一举？”我顿住脚步，转头，果然是牛郎陈阳。他坐在面铺棚下，举着茶杯朝我示意，显然在此等候多时。我虽极不情愿，但也清楚他拿捏着我的行踪，本就动了杀心，不如就会他。当即转身走了过去。远哥，我许久没与故友联系，想不到当初不起眼、兢兢业业的你，竟也能住进万仙楼，还和女掌柜相熟。陈阳起身走来，一副熟络模样，伸手就想搭我的肩膀，我连忙厌恶地躲开。陈阳，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没事我可回去了。还真有一事。陈阳压低声音，远哥，我见你认得万仙楼掌柜，你也知道兄弟我是干啥的，你的事情我可以只字不提，但你得帮我牵线，介绍我给万仙楼掌柜认识，你看如何？我心里门清，他是想攀上楚三娘当牛郎，若是不答应，恐怕他会泄露我的行踪。我暗骂他不知廉耻。楚三娘脸上未愈，他竟也不介怀，我却没急着拒绝。我考虑一下吧，没什么事我就回去。
回去了。远哥还要考虑。陈阳眼中闪过不悦，又强装笑容，终究是故友，既然相逢，那我请客，就在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铺子，你看如何？否则我恐怕要去灵米铺了。最近想要买些灵米，我毫不犹豫答应下来。那么说定了，今晚我们不见不散。陈阳这才笑着不再纠缠，转头时眼中闪过冷笑。我走进万仙楼，心里已然明了。以前在灵米铺当小工时，我们常去的地方就在方氏外围，他约我晚上去那里，分明居心不良。既然如此，那就将计就计，成全他便是。月黑风高夜，方氏外围棚屋林立，烛光摇曳，空气中夹杂着尿骚味，尽显底层散修的窘迫。那间我们常去的饭店前白布飘荡，陈阳正坐在棚下，看似孤身一人，眼神却不时瞥向一旁的草丛，那里藏着他的同伙。我隐约听见他低语：梁远啊梁远，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孙离、张扬和丁铎定然是你杀的，杀人夺宝得了灵石，才能住进万仙楼，杀了你我也心安理得。很快他眉头微皱，草丛里的几道身影没了动静，我趁机施展从张扬那里得到的隐身符，神念一动，飞剑悄无声息射出，陈阳当即倒在地上毫无声息。我收起飞剑，取走他的储物袋，又解决了草丛里的3个同伙，收走他们的储物袋后，快步返回万仙楼房间，关紧房门，我才松了口气。清点储物袋，一共收获358枚灵石，其中陈阳独占300枚。翻找间，我从他的袋子里发现了破损的双修秘籍洞玄经，还有不少修仙材料，想来他是得了这本秘籍才选择当牛郎的。面板随即弹出，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2，当前可修复秘籍，残次的洞玄经可投入9修复点进行修复。我心想双修或许能快速提升修为，便果断选择修复。片刻后面板更新，洞玄经已修复，等阶中品，以气引动经络，交融2级之力，使修炼者体内神魂能量相互呼应，达成2级共济相互增益，助力提升修为境界。我脸色一红，连忙收起秘籍，又用剩余的3点修复了淬体丹丹方。翌日我早早起床前往万仙楼的炼丹房，这里可自带丹炉炼丹。楚三娘恰好也在，她手中捧着3枚废丹，满脸惋惜。掌柜姐姐，我走上前打招呼，小友这般早就来炼丹。楚三娘笑着转头，今日又浪费了1炉材料，只炼出3枚废丹。姐姐，你手中的废丹能不能卖给我？我有需要。我目光落在废丹上，那竟是一阶上品增气丹的废丹，对我突破修为大有裨益。楚三娘见状起了挑逗之心，笑得分外妖娆。你想要拿去便是，姐姐这本来就是增气丹的废丹，不值钱。她说着捧着我的手，将3枚废丹放在我掌心，肌肤相触，我心底一颤，连忙道谢，多谢姐姐。念及增气丹的妙用，又想到拿人手短，且我急需楚三娘的人情自保，便认真说道：姐姐，半个月后我给你看看伤势，我有80%把握能治好，我须得这半个月攒够修复点数，也能让她多几分信任。你说真的，你能治好奴家的伤势？楚三娘顿时收起玩笑神色，芳心大颤。你要是治好奴家的脸，奴家一定给你补偿。她脸颊通红，眼中满是期盼。半个月后我再来寻姐姐，我不敢多留，生怕被她的风情扰乱心神。转身返回房间，接下来半个月我深居简出，静静等待修复点数恢复。半个月后面板弹出，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8，当前可修复物品，废弃的增气丹3枚，可投入6修复点修复1枚。我当即启动修复，片刻后3枚废丹变得通体晶莹，成为无瑕品质的上品增气丹。增气丹由灵植精华凝练而成，可冲击炼气初期境界，初次服用可增加3年寿命。我大喜过望，当即吞服1枚炼化，丹田内灵气沸腾，我成功突破到炼气3层，剩余2枚丹药我决定稳固修为后再用，争取早日突破到炼气5层，才有底气应对汪九。算算时间，与楚三娘的约定已到，我起身前往赴约。途经一家半掩门妓院时，一名女散修探出头，狐媚一笑：远哥竟然是你，进来玩会吧。我认出她是宁轩娇，她的丈夫梁从南是我的同乡，也是带我踏入修仙界的引路人，可他们夫妇竟靠宁轩娇出卖肉身，梁从南拉皮条谋生。我心中满是厌恶，扭头就走。远哥你别走啊，进来玩玩吧，给你打半折。梁从南的呼喊从身后传来，我听得恶心，加快脚步返回万仙楼。来到万仙楼的亭子旁，楚三娘正坐在那里等候，神色紧张又期盼。小友你来了，坐姐姐旁边。她拍了拍身旁的石凳，我硬着头皮坐下，刚要开口，她却抢先说道：小友我便叫你弟弟吧，奴家走到今日成为万仙楼掌柜，经历的苦你难以想象。楚三娘有意无意地贴近我，不过弟弟放心，奴家这些年来都还是处子之身呢。我呼吸急促，小声说道：姐姐我先看看你的伤势，然后治疗，你要在这里治。楚三娘有些惊讶，随即点头，那姐姐就献丑了，希望弟弟别嫌弃。她说着缓缓解开面纱，一张精致的脸庞上，左嘴角下方有片黑色的单独伤势，若是没有这伤势，她定然是个美人。姐姐得罪了。我抬手触碰她的伤势，面板随即弹出，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2，当前可修复黑单独的伤势，可投入2修复点进行修复。我当即启动修复，片刻后，楚三娘脸上的黑色伤势肉眼可见的消退，她颤抖着取出镜子，看到自己的脸，激动的声音哽咽：我的脸好了，终于好了。弟弟你不会是药王谷的弟子吧？这是什么医术？这医术另有玄妙，只需触摸即可，无需其他操作。我含糊其辞，不愿暴露修复面板的秘密。弟弟我说过要好好补偿你，况且我还怕伤势反复。楚三娘眼神含情，不如我们去你的房间，你再给奴家好好治治好不好？可以去，我再观察观察伤势。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话音刚落就被他拉着手往我的房间跑去。房门关上，我看着满脸红晕的楚三娘，终究没能把持住。殊不知这一幕恰好被前来万仙楼陪客人的宁轩娇看到，她满脸诧异，暗自猜测我也在万仙楼当牛郎。一夜过去，我悠悠醒来，浑身乏累，却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突破到了炼气4层，想来是与楚三娘双修，再加上洞玄经的功效。楚三娘早已离去，留下绣着荷花的储物袋，里面竟有2000多枚灵石，还有隐身符、金刚符、大力符，丰厚的远超我的预期。洗漱完毕，我准备出门，刚走到门口就被宁轩娇拦住。她妆容浓艳，意味深长地笑道：远哥，我昨日见到的果然是你，我要是不陪客人来万仙楼，还不知道你也住这里，竟还当了
了牛郎，傍上了楚掌柜，你胡说什么？我勃然大怒，想要澄清，却有口难辩。你也不小了，这没什么可害羞的。宁轩娇笑着摆手，你梁叔就在门外等着我呢。许久不见，同乡一场，我们请客。以后你要是想我们了，别忘了来扮演门光顾我。远哥真的是你，叔带你去吃点好吃的。梁从南的声音传来，他身材魁梧，满脸和善的走了过来。打住，我还有事。我眼底闪过冷光。从南叔，你们记住，别提及见过我，尤其是别让邻里铺掌柜知道我在这，否则会出大事。我转身就走，随后躲进巷子里，施展隐身符，悄悄跟随他们。我必须确认他们不会泄露我的行踪。走到主干道岔路口，一名身穿锦衣、留着三阳胡子的中年男子唤住了梁从南，那是邻里铺掌柜张怀仁，筑基期修为，看他姓氏定然与张扬有亲缘关系。张掌柜的，你也算对我们夫妇有恩，我也是听了你的开解才送我妻子去扮演门的。梁从南热情招呼。对了，刚才我们还见到了梁远这小子，有空我们带他来拜见你。宁轩娇连忙扭了扭他的腰，示意他别说，可已经晚了。张怀仁笑眯着眼睛问道：你说远哥他在哪？我听得浑身发冷，知道张怀仁定然是要为张扬报仇，此地不宜久留。我转身就要走，身后却传来细微的灵力波动，回头一看，梁从南夫妇已化作两滩血水，我心头一震，不敢停留，全速返回万仙楼，关紧门窗，额头满是冷汗。张怀仁这般灭绝人性的狠人，又有筑基期修为，得罪他无疑是自寻死路。又过了半个月，恰逢方士赶集，我施展脸容术前往集市，主干道上修士络绎不绝，两旁摊位林立叫卖声此起彼伏。我看到一个摊位上摆着制作傀儡的材料，摊主是一名身穿白衣、气质出尘的女子，摊位上还有本泡水模糊的傀儡手抄，记载着一阶上品傀儡的炼制方法，这正是我需要的。这位公子，你可是看中了这本傀儡手抄？女子开口，这里面记载了一阶上品傀儡的炼制法，只不过浸泡过字迹已经模糊，一枚灵石不能便宜点吗？我故作惋惜，实则心中狂喜，我不讲价。女子神情坚定，我微微点头，又买了些傀儡材料混淆视听，转身就要走。公子你也深谙傀儡炼制？女子连忙问道。实不相瞒，我有一傀儡损坏，想要找人修复，你若是精通，可否帮忙？你说的对，我确实深谙此道，不过我当下没有时间，告辞。我不敢多留，身形当即消失在人群中，脸容数时笑将过，且我危机四伏，不敢轻易与人牵扯。回到万仙楼，我却眉头一皱，我的门前矗立着一名女散修，她面容妩媚，眼神挑逗，我曾见过她几次，知道她也住在这里，却避而远之。这位公子，我见过你好几次了，你就住在这边吧。女散修笑着上前，奴家有些口渴了，方不方便让奴家进去蹭口水喝？抱歉，不太方便。我冷冷回应，直接从她身旁走过。此女来路不明，青玉方士这般现实，她能从外围住进内围，定然付出了不为人知的代价。我可不会因大意惹祸上身，眼下我只想尽快修复傀儡手抄，试试傀儡的威力，根本没心思理会她。我快步走远，那女散修顿了顿脚步，气鼓鼓的转身离开。她回到万仙楼的房间，刚推门进去，就有男子声音传来：蔡珊，我的好妹妹，那小白脸有没有心动？那就是个蔫货，根本不敢和我对视，要不然我们非得把她讹个精光不成？女散修蔡珊重重关上门，双手叉腰，眼底满是恨意。那小白脸这么怂，这不算是坏事，说明她怕事。你再加把劲，把她迷得神魂颠倒，我蔡光再抓个现行，到时候还不是认我们兄妹宰割？男子眼眶深陷，语气凶神恶煞。蔡珊脸色稍缓，显然二人是兄妹，打的正是仙人跳的主意。他们年纪不大，却能住进万仙楼，果然没安好心。为了灵石，哪怕付出肉体代价也毫不在意。我躲在屋里，虽不知具体凶险，却也猜到几分。我取出赶集简陋的傀儡心得手抄，看着面板上的修复点数，当日剩余修复点数28，当前可修复残次的傀儡心得手抄，可投入1修复点进行修复，仅需1点。我有些惊讶，当即启动修复，片刻后手抄上模糊的字迹变得清晰。傀儡心得手抄已修复，等阶上品，包含1阶下中上品多重傀儡炼制新的。我心头一喜，果然是捡到宝了。随后我取出破损的龟纹盾牌，面板弹出，当前可修复法器，损坏的龟纹盾牌可投入18修复点进行修复。我果断修复，面板显示当日剩余修复点数9，龟纹盾牌已修复，等阶2阶下品，土系防御类法器，可抵挡筑基初期普通1击。有了2阶防御法器，我松了口气，却也清楚汪九和筑基期的张怀仁仍对我虎视眈眈，这点准备远远不够。我决定先炼制傀儡，用作眼线窥探敌情。翻看手抄，我选定1阶下品的傀儡雀，材料正好齐全。第一次炼制失败，傀儡雀歪头歪嘴，我仅用2点修复点数便将其修复得栩栩如生。傀儡雀1阶下品，灵力驱动可飞行，100丈范围内可窥探地面。我驱动灵力傀儡雀振翅飞出，飞行灵活足以以假乱真。借着傀儡雀的视角，我看到此前摆摊的白衣女子仍在，还听到她念叨若有傀儡可卖给她。我又炼制了2个1阶中品攻击傀儡，傀儡刀手和傀儡弓箭手，打算拿去售卖。天色渐暗，方是灯火通明，我施展脸容术来到女子摊位前，取出2个攻击傀儡。女子当即惊讶起身，你竟然能够制作1阶中品傀儡，还是攻击型的，并且在1天之内制作完成，还是无瑕品质，为首熟耳。我淡淡回应，是我失态了。女子稳住心神，1阶中品傀儡价格一般80枚灵石，我都要了，给你200枚。另外我还需要傀儡，你能不能再制作些？灵石不是问题。我心中惊喜，当即答应。交易后，女子说道：认识一下，我叫何玉，你叫我梁道友即可。我们来到旁边面铺，何玉坦言，实不相瞒，我是傀儡宗外门弟子，遭到宗门敌人劫杀，无法回去，所持傀儡也大多破损。青玉方士傀儡稀缺，我急需傀儡自保。我心头一动，傀儡宗是6大宗门之一，能结识他或许是个机会。恰逢脸容术时笑将过，我说道：我有事要先走，你需要傀儡我可以
以帮你修好破损的，但需要些时间，你先想好价钱，过2日我来找你。梁道友，此事关乎我性命。何玉鼓起勇气，如果你帮了我，我愿意和你彻夜钻研傀儡，我会来找你。我起身离去，心里盘算着积累修复点数，也暗存或许能借结识何玉的机会，未来踏入宗门。出门时我见到了楚三娘的身影，想来她近日回来了。回到房间，我操控傀儡却窥探时，发现2道身影尾随我到了房门外，正是此前的女散修蔡珊和那名男子。借着傀儡雀的视角，我听清了他们的对话。哥就是此人，错不了。虽然上次我见他不是这模样，应该是施展了改头换面的法术。他不仅是个蔫货，还得罪过人，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蔡珊盯着我的房门说道：“哼哼，这小白脸能住进万仙楼，储物袋里肯定有不少零食。妹妹辛苦你了，一定要把他讹了。”蔡光阴恻恻的笑：“我辛苦啥？这小白脸挺俊的，我也不吃亏。”蔡珊笑着，眼神里满是不怀好意。我冷笑一声，动了杀心。多亏傀儡却才识破他们的仙人跳诡计，修仙底层人心险恶，他们千不该万不该招惹我。忽然敲门声响起，我收起杀意，认出是楚三娘的声音，连忙开门。香风扑鼻，楚三娘未戴面纱，身穿白色纱衣，反手关上门，眼神含情：“我的好弟弟，多亏了你，我可算是好了，欠你的还没还清呢。”她说着，柔软的手挽住了我的脖子。2个时辰后，楚三娘满足下床，看到窗外飞回的傀儡，却惊喜道：“好弟弟，你竟然还会炼制傀儡，这傀儡却是你做的吧？”我略懂一二，昨天制作好的。楚三娘笑着拍拍储物袋：“给你，这是我以前得到的2阶傀儡术，能炼制2阶傀儡黑虎，还能当坐骑，你有兴趣可以研究下。”我接过手抄，欣喜不已：“多谢姐姐，这傀儡术太过贵重了，姐姐怎么会亏待你？”楚三娘轻易地搂了搂我的脖子：“姐姐有事走了，你好好修炼，说不准将来我还要求到你头上呢。”说罢便转身离去。于是我埋头研究2阶傀儡术，同时积累修复点数。几日后，修复点数恢复到20点，我决定出门，既要赴何玉之约，也要解决蔡珊兄妹，顺带留意汪九和张怀仁的动向。傀儡却近日已多次看到汪九四处找我，扬言要将我挫骨扬灰。张怀仁也常在附近出没，让我心头压抑。刚走出房门不远，就撞见了蔡珊，她依旧浓妆艳抹，带着甜笑走来：“这位公子又是你，我们真有缘呢。”“是啊，挺有缘的。姑娘你也住着。”我故作和善，配合着她的表演。蔡珊见状更加热情：“公子修仙寂寞，认识一下吧，我叫蔡珊，今晚我们一起逛方氏，不知可好？”“甚好，晚上我在此等你。”我装作受宠若惊的模样答应下来。与他闲聊几句后，我转身出了万仙楼，躲进角落操控傀儡，却跟踪蔡珊。只见他快步走向茶楼，里面除了他哥哥蔡光，竟然还有汪九。原来这仙人跳汪九也有份，真是物以类聚。我长舒口气，心里反而松了些。他们并不知道我就是汪九要找的人，这倒是个巧合。我决心今晚解决蔡珊、蔡光和汪九。蛰伏至今，我已有底气面对他们。我不再耽搁，走向与主干道相反的方向。远远就看到何玉在约定的面铺等候。梁道友你来了。他远远招手，换个地方说话。何玉带着我返回万仙楼，他竟也在这儿租了房子，就在我对门。此时我的脸容数已失效，只能以真容示人。何玉并未多问，只当是我谨慎。刚走到楼道，就撞见了楚三娘，气氛瞬间变得微妙。“我的好弟弟，你这是？”楚三娘眼中带着幽怨：“姐姐莫要误会，我与这位道友只是交易傀儡而已。”我连忙解释，我与楚三娘的关系从未公开，彼此都未曾问及过往，却也藏着几分情谊。楚三娘听后脸色才缓了缓，转身离去。何玉的房间就在对门，进屋关上门后，她有些脸红地问道：“梁道友，你和掌柜什么关系？总之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随口搪塞。何玉不再追问，当即从储物袋取出20多个破损傀儡，个个都有火烧刀劈的痕迹，这些都是我的傀儡。道友你看能修好吗？我斩钉截铁的回应：“可以，只不过傀儡太多，我当前的修复点数不够，需要些时间。”梁道友放心，零食管够。何玉神色急切，咬了咬牙，红着脸说道：“道友你真有这本事，我可以考虑和你结为道侣。”我颇为意外，宗门弟子竟也会提出这样的条件，想来他是真的急于修复傀儡自保。我心里盘算着，今晚要与汪九等人恶斗，正需强大傀儡当底牌，便说道：“何道友，我有个不情之请，傀儡我能修，今天就能修好一些，只不过今晚我有场恶斗，能否借你一个强大的傀儡做底牌？放心，由你操控，我绝不动心思。”何玉一脸惊讶，指了指一个狰狞的老虎傀儡：“梁道友，这是我最厉害的傀儡，2阶下品，你今天真能修好，我可以借你，零食1分不少，并且我当晚就能给你。”我点点头，走到傀儡旁，伸手触碰，面板弹出，当日剩余修复点数20，当前可修复物品。破损的傀儡如虎添翅，可投入18修复点进行修复。何道友，不如你先转过去，切勿用神念窥探，我修复好再叫你，我不愿暴露修复面板的秘密。何玉点头，当即封锁60，转过身去。我启动修复，片刻后，傀儡身上的皱纹发亮，断裂的后腿和翅膀在光芒中恢复完好，傀儡修复好了。什么？这么快？何玉猛地回头，满脸震撼，伸手抚摸傀儡完好的部位，难以置信地问道：“这怎么做到的？”我并未多做解释，该准备的都已就绪，汪九和蔡家兄妹的账也该了结了。青玉方式的夜，灯笼暖光斜照在湿润的地面，行人稀少。我与蔡珊并肩走在主干道尽头，他衣料单薄，浓妆艳抹，有意无意地触碰我，眼底却藏着算计。梁哥哥，我房租没交，今晚我能去你那儿过夜吗？当然可以，哥哥今晚好好疼你。我故作沉迷，心里却清楚，此处偏僻，他们绝不止仙人跳那么简单，怕是要谋财害命。果然怒喝骤然响起，小贼放开我妹妹！蔡光快步走来，一脸凶相。蔡珊立刻躲到他身后，蔡光将他护在身后，冷笑道：“小贼，你知不知道她是我妹妹？搞我妹妹，你必须给我个交代。你说此事怎么解决？”我嫌弃地拍了拍被他碰过的衣服，可算是来了，早就怀疑你们是仙人跳。我扫了眼远处，傀儡却传来画面，汪九正在主干道后头把风，看来这几人惯做恶事，轻车熟路。蔡珊兄妹随即笑了，蔡珊褪去羞涩，坏笑道：“这小白脸竟然猜到了，挺聪明的。我就说让我和他过夜，让我舒服舒服，你再来吗？”蔡光懒得理会，目露凶光：“小子遇到我们算你倒霉，四下无人，你以为你还能活着离开吗？有什么
什么遗言你就说吧，一会你可没机会了。说罢，他取出明晃晃的大刀，先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吧，我叫梁远，我漫不经心地道，早已胜券在握。蔡山一愣，你就是汪九找的那个梁远？话音刚落，一头长着翅膀的老虎傀儡突然从暗处涌现，这是什么？蔡光头皮发麻，举刀去挡，可二阶傀儡的威力远非他炼气5层能抵挡，哧哧几声，蔡光被傀儡斩杀，蔡山也没能逃脱，被利爪碾压在地，当场殒命。我走上前收下他们的储物袋，对暗处操控傀儡的何玉点头，让傀儡藏回阴影，静静等候汪九。梁远，你个杂碎，竟然是你！汪九快步赶来，左脸刀疤狰狞，右手托着玄色万寿塔，气势凶悍。他见蔡家兄妹惨死，又惊又怒，却没看清暗处的傀儡，仗着炼气中期修为和万寿塔并未惧我，积压多日的危机感彻底爆发。我不想借傀儡之手，只想亲自了结他。我取出隐身符，身形瞬间消失，同时祭出飞剑直刺他脑门。汪九大惊，连忙用万寿塔抵挡，却被飞剑的力道震得心头一震。这是2阶飞剑，给老子死！他怒喝着朝灵气波动处拍去，我立刻祭出龟纹盾牌，浑厚的灵力挡住攻击。这是2阶防御法器，你也到炼气4层了。汪九彻底慌了，慌乱间飞剑直直刺入他眉心。我解除隐身符，走到他尸体旁，捡起储物袋和万寿塔，心头畅快不已。不知不觉间，我早已超越了这个曾让我日夜不安的恶霸。梁道友，你竟然还会御剑，并且那把还是2阶飞剑，就连我都没有。何玉收起傀儡，走出，满脸惊讶。不仅如此，你还有2阶隐身符，底牌真是不简单。我才知这飞剑竟是2阶品阶，心中惊喜。先回去，此地不宜久留，那些恶人的尸体就让他们曝尸荒野便是。刚要动身，何玉却处在原地，红着脸小声道：梁道友，我之前说过你帮我修复好傀儡，我和你结为道侣，不如今晚你在我哪里过夜？我心头一热，点头应下。何玉急于自保，又佩服我的实力，而我也需借助他的宗门身份，各取所需，亦有几分情谊。翌日清晨，我们共同醒来，何玉背对着我莞尔一笑：梁道友，如今我们的关系也不必这么生硬，我就叫你公子吧，你叫我小玉。好，小玉，你的气息，我察觉到他的气息比昨日更盛，我突破了，多亏了你的那本洞玄经。何玉脸颊通红，我也察觉到自身修为精进，只差一步便能突破到炼气5层。我把玩着万寿塔，何玉提醒道：公子，这法器是用来收服灵兽的，一般是万寿山弟子在用，汪九或许和万寿山有关。我心中一动，万寿山是6大宗门之一，以奴役灵兽为生，这万寿塔炼气期只能收1只灵兽，汪九大抵是想留着空位收更好的灵兽，倒是便宜了我。随后我从汪九的储物袋里取出一张灵符模样的灵玉，何玉认出这个是传讯符，上面写着青玉2字，恐怕是联系青玉方氏主人的。我眼前一亮，汪九曾承包方氏外围的灵田和棚子，如今他已死，我何不趁机承包下来，既能发展势力，也能借助灵田灵兽积累灵石。只是想到筑基期的张怀仁，我仍不敢大意，需谨慎行事。当日午后，我和何玉前往方氏外围，晴空万里，远处山头传来空灵鸣叫。何玉解释道：那是1阶下品灵兽火鸾鸟，很便宜。我们走到一处灵兽养殖场，养殖户是我当初在外围认识的林城，他头发凌乱，身形消瘦，正愁眉不展。远哥，你来买灵兽不成？是啊，林叔。我点头回应。林城连忙介绍，此乃1阶下品灵兽，成熟期能释放火焰，就算没成熟也能宰杀吃，营养价值很高。林叔，你怎么不宰几个吃了？我租金都快要交不起了。林城苦笑，我指了指几只无精打采的火鸾鸟。林叔，这几个是不是生病了？不完全是，准确来说是火属性的血脉病，挺过去了还能提升品阶，毕竟是鸾鸟，有高阶灵兽青鸾的血脉，可是几乎都挨不过去，死之前卖不出去我就得亏掉。那好，我买个生病的。我心中惊喜，修复点数正好能派上用场。林城喜出望外，连忙抓来1只病鸟。就在这时，远处传来灵力波动，我心头一紧，林叔你赶紧回去，恐怕有人声东击西偷灵兽。等我们赶回养殖场，已一片狼藉，100多只火鸾鸟只剩5只，生病的几乎被洗劫一空。天杀的，哪个丧尽天良的偷我灵兽？林城悲痛欲绝，怒声怒骂：林叔你先消消气，把那只生病的给我，我有办法把贼人引出来。我安抚道，计划用修复后的火鸾鸟当诱饵引贼人现身。我抬手触碰那只病鸟，面板弹出，当日剩余修复点数3，当前可修复物品，火属性血脉病的火鸾鸟可投入1修复点进行修复。启动修复后，原本萎靡的火鸾鸟瞬间精神抖擞，羽毛金光熠熠，火属性暴涨10倍。火鸾鸟血脉病已修复，等阶2阶，极品火属性灵兽，有一丝青鸾血脉，可当飞行坐骑辅助筑基期战斗。我当即滴血认主，将其收为灵宠。何玉和林城满脸震惊，林城更是悔得直跺脚。我安抚好他，说出诱敌计划，林城眼中顿时燃起怒火，当即答应配合。回到万仙楼，我取出传讯符，对何玉道：小玉，我打算承包方氏外围的地，招人栽种灵草，养殖灵兽，你的傀儡修复还需时间，你可有别的想法？何玉一笑，我自然支持你，正好我也有灵石能帮上忙。我渡入灵力激活传讯符，里面传来老人的声音：何事？前辈，我想租地，你在何处？晚辈在万仙楼，你在门前等我。片刻后，一老一少2道身影走来，手中都握着翠绿色玉符。何玉小声传音：公子，那老人应是方氏之主，筑基修为，却丹田破损，修为尽失，只剩强大肉身。我心头一喜，修复点数或许能修复他的丹田，若是能卖他一个人情。老人自称方老，并未多言，只与我商讨租地事宜。我拿出5000灵石做押金，与方老签订契约灵符，承包了外围100亩棚子、100亩灵兽山林和100亩灵田。接下来3天，我都在打理承包的土地，傀儡却时刻充当眼线，提防张怀仁。我在外围时都施展脸容术，避免暴露身份。昔日的邻里散修见我承包了大片土地，无不阿谀奉承，我只淡淡点头回应，保持距离。这天我再次来到临城的养殖场，刚到就听到他的哭喊：有贼啊，抓贼啊！原来仅剩的5只火鸾鸟，包括我的极品火鸾鸟都被偷走了。远处山林里，一对尖嘴猴腮的父子正躲在石头后，中年男子握着隐匿符，兴奋道：太好了，2阶灵兽到手了，儿子我们发
发了，爹汪九死了，新承包的人太年轻，肯定发现不了我们，等他招人，我们再继续光顾。少年附和道。话音刚落，我祭出飞剑，儿子你快走。他推开少年，自己却被飞剑刺穿胸口。少年见状转身就逃，却被绕圈的飞剑从身后穿透，当场殒命。我和何玉快步上前，收起他们的储物袋和兽环法器，里面正是被偷的所有火鸾鸟。一阶下品法器兽环，能装灵兽，但不算值钱。何玉愤慨地踢了踢尸体，这父子俩偷人财物，活该！凌晨赶来见贼子已死，又看到灵兽失而复得，激动得语无伦次，连连向我道谢。我收回兽环，将极品火鸾鸟装进去，寒暄几句便准备离开。我刚走不远，就见方老和他的孙女被动静引来。方老询问凌晨事发经过，得知我能修复火鸾鸟血脉并使其进阶后，原本平静的神色骤变，显然是想到了自己破损的丹田。他孙女急切道：“爷爷，那就是刚跟你租地的人，他真有这能耐，我们赶紧找过去，请他帮你修复丹田，不管什么代价都愿意。”方老压下激动，缓缓道：“不急，2个月转瞬即逝，我承包方氏外围赚得盆满钵满，5000灵石租金早已回本，储物袋里灵石充盈，成了方氏隐形富豪。只是我依旧谨慎，出门必施脸榕树，重点防范邻里铺掌柜张怀仁。今日方氏赶集，万仙楼下主干道人来人往，我何欲走出，竟在摆摊散修中看到了方老。他盘坐树荫下，身前白布摆着几件物品，目光时不时扫向万仙楼，显然是在等我。方老他怎么在此？我心头意外又提防，却被他认出，想来是何玉太过显眼。四目相对，方老朝我们点头，我干脆走上前。白布上一卷被火烧毁一半的羊皮纸吸引了我，竟是小护山阵图。我承包的地界常有偷盗之事，这阵图正是我急需的。小友，我认得你，最近可好？方老率先开口，见过方老前辈，小友你可是看中了什么？这个多少灵石？我指了指那破损阵图，你我有缘也算认得。这阵图损坏给你就是，不收你灵石。方老淡淡说道。我不客气地收进储物袋，心里已然猜到，他定是得知我能修复火鸾鸟血脉病，想请我医治他破损的丹田。我沉住气没有点破，毕竟让他先开口，人情才更大。方老前辈，我便先回去了。回到万仙楼，刚进门就迎来香风，楚三娘花枝招展地走来。我的好弟弟在忙什么呢？小玉你先回去，我有些事情和掌柜的说。我对何玉说道。他虽面露疑惑，却乖巧点头离开。何玉刚走，楚三娘便挽住我的脖子，一同回了我的房间。温存过后，我问及方老的底细。楚三娘口吐如兰地说道：方老原名方仙信，是青玉方氏的主人，原本是筑基后期大修士，与人死战虽胜，却丹田受损，只剩筑基淬炼的肉身。今日姐姐满意了，姐姐比你那小浪蹄子强吧？姐姐走了，有空再找你。楚三娘披上纱衣离去，我起身苦笑，暗叹她太过奔放。我正准备修复阵图，手头还有35点修复点数，可就在这时，一阵动静传来。我出门一看，屋檐下我的麻雀傀儡被打坏在地。这是你的傀儡，可算是找到人了。你为什么让傀儡在此？你见到了什么？假山后，一名衣衫褴褛的青年恼怒走出，手指着我，告诉我你是谁，用傀儡窥探于我，你必须给我个交代。我正欲发火，一道娇滴滴的女声传来劝和。我认得那女子，竟是张怀仁的妻子张夫人，平日里就不安分，此刻正背着张怀仁与那青年私会。我捧着破损的傀儡回去，用1点修复点数将其修好。想到张怀仁杀了梁从南夫妇与我不死不休，我压下怒火，暂时放过他们，却暗下决心此事没完。收拾好心情，我取出那卷阵图，面板随即弹出，当日剩余修复点数34，当前可修复物品，废弃的护山阵图可投入2修复点进行修复。启动修复后，烧焦的羊皮卷流光游走，破损处迅速复原。小护山阵法已修复，护山范围横跨100亩地，可沟通灵力和大地，形成屏障迷雾，抵挡筑基期以下修士。我立刻去找何玉分享，他见我手中完好的阵图，惊讶地捂住嘴：公子，你这阵图不是毁坏的？我运气好，得到了一种药水能够修复。我随口搪塞：太好了，有了这个阵图，我们承包的方氏外围就再也不怕贼人惦记了。何玉惊喜道：公子你运气也太好了，这是机缘，我们修仙最重机缘了，我跟着你果然没错。何玉眼神暧昧，我虽刚与楚三娘温存过，却也只能应下。双修之时，我的洞玄经再次发挥作用，丹田忽然嗡鸣，我突破到了炼气7层，踏入炼气后期。我突破了，以后我也是炼气后期的修士了。我惊喜道：恭喜公子！何玉脸颊通红，他本就炼气圆满，只差筑基丹便可尝试筑基。我们不阵去，我兴致勃勃与何玉前往方氏外围，忙活一天，终于将承包的地界全部布下小护山阵法。阵成之际，方老正在屋中闭目养神，骤然睁眼，他的孙女方如霜推门而入，惊喜道：爷爷是阵法的波动，还是我们的小护山阵法？如霜走，我们去看看。方老起身，他心知这定是我布下的阵，暗自惊讶我竟能凭破损阵图复原布阵。我和何玉刚忙完，就通过麻雀傀儡发现有人跟踪，正是与张夫人私会的青年牛义志，炼气后期修为，他怕我泄露秘密，竟想杀人灭口。公子怎么了？何玉问道。一个恶心的奸人。我将牛义志和张夫人的事说出，何玉也面露膈应，还真是奸夫淫妇。公子他还跟着我们吗？我们要怎么做？小玉等我片刻，我要杀个人。我冷声说道。我们手里还剩下几个阵旗，不如试试用阵法对付这恶心的家伙。我眼前一亮，此时牛义志已然追来，嘴角挂着冷笑：小子要怪只能怪你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我和张夫人的事情绝不能让人知道，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我也是为了修仙，为了生存，勾人老婆也是为了灵石，你别怪我。这是什么？他忽然脸色大变，四周已然起了浓雾，不好，是阵法。他转身欲逃，却已来不及，一道银光划破迷雾，他身体直直地倒在地上。我和何玉走出迷雾，蹲下身取下他的储物袋，里面竟有1000多枚灵石，还有一件金光熠熠的四方印章，正是张怀仁的本命法器金刚印。何玉见我脸色凝重，连忙问道：公子怎么了？这法器是我死敌的本命法器，这该死的奸夫，他偷的人也正是我这位筑基期死敌的结发妻子。我将与张怀仁的恩怨说出，竟有此事。何玉惊讶道：岂不是说这是烫手山芋？我们怎么办？把储物袋都扔了？我摇头。
头，我有办法，我想到了方老，他或许能剔除法器中的神念，让我得以使用。我取出传讯符联系方老，不久后便在万仙楼凉亭中见到了他和方如霜。楚三娘这丫头的万仙楼经营的不错，看来我也要来这里租个住处才行。如霜你说呢？爷爷你租2间吧，我自己1间。方如霜笑道：方老前辈，我听说了你的伤势，也听说了你询问过林城，得知我医治了灵兽的血脉病，所以晚辈斗胆看看前辈的伤势，我开门见山。方老释然，那么老夫我也明说了，你真要能治好我的丹田，我的一切都可以给你，包括我这水灵灵的孙女。方老语气真诚。方如霜脸颊通红，跺了跺脚，我正失神，腰间被何玉狠狠掐了一把，连忙回过神。小友你说吧，我知道你也有求于我，才会来找我。我说的可对，确实有事相求。我取出储物袋，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死敌，是筑基期的修士，我一直都在躲避他的追杀，因为一些原因，他的本命法器被我得到，就在这储物袋子之中，其中有着他的一丝神念。方老前辈，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能够剔除此法器之中的神念，让我占为己有。筑基期修士的本命法器，方老来了兴趣。这其实很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强行损坏，让神念无所遁形。毕竟本命法器不完整的话，神念也就无法留存，只需要1刻钟就会散去，哪怕是法器的主人，也会因为本命法器受损受到损伤。如此这般，这法器留在手中，你也用不了不是？小友你可想好，你真要这么做？我当即点头，有劳方老前辈，我要损坏它，不能让他知道是我，也不能让他知道在这里。我心中暗喜，损坏了我还能修复，既能重创张怀仁，又能得到法器，这简单。方老取出阵旗，快速布下屏蔽阵法。小友有所不知，我擅长阵法，此阵可让本命法器的主人完全感知不到。放心，我爷爷的阵法从储物袋拿出来都没事。方如霜自得道。阵成后，我取出金刚印递给方老，他用力将其敲成2半。远处灵里铺的张怀仁赫然吐血，多谢方老前辈。我连忙接过破损的金刚印，你帮了我大忙，我答应你，我必定能治好你的丹田，不过我需要些时间，也不会太久，我认真保证。实则手头32点修复点数足够，只是想先修复金刚印，增强实力。你说必定？方老难掩激动，好，你所需要时间我等得起，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不急。如霜给我取来1张天雷符，小友有仇敌在这青玉方室之中，不能有事了。方如霜取出1张灵力充沛的灵符递给我，我定睛一看，竟是2阶下品的天雷符，能重创筑基期，我连忙收下。那么前辈我就先告辞了。走出凉亭，我心里狂喜，不仅得到了金刚印，还有天雷符，收获巨大，可危机也随之而来。张怀仁本命法器受损，必定会发狂般找我，而我与他的恩怨终究要做个了断。正思索间，一道咬牙切齿的声音传来：梁远是你，一定是你，一只的命魂灯灭了，一定是你做的，你到底做了什么？是不是你杀了我的意志？我转头看去，只见张夫人怒发冲冠地站在100丈外的屋檐下，眼眶通红，显然刚哭过。她身穿白纱衣，手指着我怒喝：张夫人，你怎么在这里？你说我干嘛了？什么牛一只，我并不知情，你别血口喷人了。我冷冷回应，拒不承认。张夫人怒道：就是你，还装傻？我见到你就知道是你，那天的麻雀傀儡就是你的，你早就知道我的事情。张夫人，你也不想你的事情被你丈夫知道吧？我故作示弱，心里却暗自冷笑。何玉面露嫌恶，不愿与他多言，我却忽然话锋一转：张夫人，你也不过是寂寞而已，不如我陪你。何玉顿时一愣，我却没再与张夫人纠缠，反手一拍储物袋，取出方老送我的天雷符，急急如律令，晴天霹雳骤然倾泻而下。张夫人准筑基期妇人根本来不及躲闪，当场被劈死。我杀伐果断，迅速收走她的尸体与储物袋，立刻带着何玉离开。不远处的楚三娘看在眼里，低语道：我的好弟弟真够利索。说着便取出灵符掩盖了张夫人来过的痕迹。万仙楼内的方老也察觉到动静，暗自点头，这小子出手果决是个好苗子。回到住处，我虽未慌乱，却也深知张怀仁的危机已尽，张夫人必有命魂灯，此刻他定已疯狂。我取出破损的金刚印，面板随即浮现，当日剩余修复点数32，当前可修复法术。破碎的金刚印可投入26修复点进行修复。这2阶上品法器虽耗点甚多，但为了自保，我毫不犹豫启动修复。片刻后，金刚印修复成功。等阶2阶上品精细法器，以灵力御之，迎风而长，搬山杂去，可在10丈之外隔空杀敌。我心中一喜，这法器比我的2阶中品飞剑还要强。何玉此时正盘膝打坐，见我取出张夫人的储物袋，连忙说道：公子，你不必分灵石给我，你的那张天雷符如此昂贵，这些你都收下。我打开储物袋，里面有7、8千枚灵石，还有不少修仙材料。最让我惊喜的是一瓶2阶紫玉膏。何玉见了大惊：公子，这可是好东西，宗门里都不多见，筑基期体修都难以买到，外敷辅助淬体，价值足以抵消天雷符的损失。我心中惊喜，你说说这紫玉膏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名贵在何处？何玉解释道：公子有所不知，修仙者中有种体修肉身强大，需淬体功法搭配药膏辅助，这2阶紫玉膏就是筑基期体修都求之不得的好物，外敷使用药效极强。我心中暗忖，修仙界危机四伏，淬炼肉身也很重要，便决定次日去方室寻找淬体功法。次日夏日炎炎，青玉方室被云雾笼罩，我头戴斗笠，施展脸容术，与戴面纱的何玉在主干道寻找淬体功法。不知不觉走到了此前买单方的药王阁，只见这里人声鼎沸，听闻药王谷要3年1次招收弟子，我当即决定进去看看。何玉在旁说道：公子，这药王阁是药王谷开的铺子，药王谷和我傀儡宗都是6大修仙宗门之一，公子要是能加入药王谷也是
是好事。可惜我傀儡宗去年刚招收了弟子，下次考核要10年后了，不然公子也能来我傀儡宗。我心中一喜，点了点头。这时柜台后童颜鹤发的老人开口：各位年轻才俊，我药王谷将在近日招收弟子，布设考核与炼丹有关，有意者明日到来此地。我当即抛去寻找淬体功法的念头，拉着何玉离开。我们先回去，在此之前要处理妥当些事。此时我的脸容数10笑将过，不宜久留。刚走出药王阁，身后就传来呼喊：兄弟请留步！一年轻青衫男子面带笑容：兄弟借一步说话。男子引我们到阁楼转角，小声传音：兄弟，药王谷有什么好的？不如等到入秋，我离火宗招收弟子，你再参加考核，你看如何？我瞬间明白他是来抢人的，当即摆手：不了，张怀仁的危机迫在眉睫，我不可能等到入秋。男子顿时恼羞成怒：不过是方士散修，我离火宗你还高攀不起。我话说在这里，我离火宗和药王谷不合，加入药王谷就是得罪我离火宗，你明日要敢考核，别怪我不客气。说罢俯首而去。何玉气愤道：公子此人好可恶，6大宗门中就药王谷和离火宗最不合，有矿山之争，他竟如此明目张胆欺负人。我沉吟片刻，这青衫男子不过炼气后期修为不足为惧，眼下最要紧的是找方老兑现人情，保我考核期间的安危。如今修复金刚印后还剩6点修复点数，正好可试试修复他的丹田。太阳西斜，万仙楼内方老接到我的传讯，当即带着方如霜撞门而来。小友，你准备好了，现在就可以治疗。我点头道：实不相瞒，听闻药王谷最近就要招收弟子，我有意试试，毕竟只是方士散修，又有强敌虎狼环伺，我需要宗门当靠山。在考核之前，我先看看方老前辈的伤势，如无意外，今日就能治好。方老哈哈大笑：我果然没有看错小友，祝你顺利通过考核，成为宗门弟子。药王谷很不错，距离这里也不远，以后我们还会见面。那好，方老前辈冒犯了，我这就看看你的丹田。我伸手触碰方老腹部，面板浮现，当日剩余修复点数6，当前可修复伤势，筑基后期修饰的破损丹田，可投入3修复点进行修复。我当即启动修复，片刻后，方老身上澎湃的灵力涌动，筑基后期的气息瞬间升腾。筑基后期修饰丹田已修复，我故意用灵力逼出冷汗，装出虚弱模样。方老运功感受片刻，震惊的大喊：我的丹田竟然被治好了，太震撼了！这是什么医术？小友，我方坚信以后这条命都是你的，将答应你任何要求。方老激动的声音颤抖，甚至要把方如霜推到我面前。我连忙摆手拒绝。方老又将储物袋塞到我手中，这个储物袋几乎有我一半的家当，算是给你的报酬。你很快要加入宗门，切记宗门内也不太平，外门弟子犹如底层散修，为了灵石和地位不择手段，你一定要小心，不能没有底牌。你在方氏承包的地，我会替你打理。那就多谢方老。我收下储物袋，心中暖意十足。方老又叮嘱道：你好好准备，明日药王谷考核，我很看好你，要是考核不过你就在方氏，我也会护你周全。随后方老带着满脸复杂的方如霜离开，我心中既有欣喜也有担忧。张怀仁的恩怨未了，离火宗又出言威胁，即便入了宗门也需谨慎，但我心中更有决然，加入宗门才能更好的立足。我转头看向何玉，他的傀儡已修复的差不多，他是傀儡宗弟子，我要考药王谷，终究要分别。今夜何玉与我缠绵至夜半，他还借着洞玄经突破了修为。我出门透气时又遇到楚三娘，被他拉去闺房温存，直至药王谷考核之日，我来到主干道，药王阁门口人声鼎沸，一位童颜鹤发的外门长老高声喊道：药王谷收徒大会开始了，成仙之日就在当下，只需20枚下品灵石即可报名加入。几十名散修蜂拥报名。长老又道：这次大会的考核题目很简单，你们只需根据丹方在半炷香内炼制成义气丹，便能成功加入药王谷。广场上几名修士炼丹时，丹炉炸裂，废丹散落。我蹲下身捡起一颗废丹，面板浮现，当日剩余修复点数8，当前可修复物品，废弃的义气丹可投入2修复点进行修复。我心中安定，有修复点数在，考核必能通过。这时长老注意到我，高声问道：这位道友你有何贵干？我拱了拱手，方士散修梁远，前来参加考核。你会炼丹？长老颇感意外，略懂皮毛，先试一试。我谦虚道。长老眉头一皱，既是初学者略懂皮毛，就不该好高骛远，不如改投其他宗门。我抱拳一拜，长老所言极是，但我一直对药王谷心生向往，愿意花费2倍的报名费。说着递出灵石，长老顿时喜笑颜开，不错，道友你很懂人情世故，往后若是有幸加入宗门，我定会多加提携，好好干，你这后生前途无量。片刻后，长老宣布考核开始。我领取药炉、灵池和丹方，刚炼丹半盏茶，丹炉就炸开，引得周围修士发笑。我毫不在意，捡起地上的废丹启动修复。片刻后，废丹变得通体晶莹，义气丹已修复，由于品质极高，所以服用后能增加1年寿命。我心中一喜，这无瑕品质足以让我通过考核。不久后，长老漂浮在半空宣布通过名单，名单念完却没有我的名字，其余人等即刻离开此地。长老神情冷淡，准备带着选中的人乘仙鹤离去。我心头一沉，转头就见张怀仁朝着我狂奔而来，眼中杀意毕露。我知道他终究还是找到了我，情急之下，我大喊：长老留步，我才是这次考核的第1名。场面瞬间寂静，仙鹤悬停。长老恼怒的看来，你是说本长老看错了？长老误会，实则我炼丹手法有所不同，炸炉也是常态。我从容道：那好，即使你没有质疑，本长老也要拿出丹药来。倘若拿不出证明你考核第1名的凭据，你会付出代价。我翻手取出无瑕义气丹，浓郁的丹香瞬间散开。长老大惊，连忙查看，还真是无瑕的品质。小友你很谦虚啊，看来你这炼丹手法还真是独特。哪里，药王谷的炼丹术让我心生向往。我笑道。长老越看越满意，凭此无瑕义气丹，你能居考核第1。本长老名叫贺清，看你炼丹精湛，我将破格录取你，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成为我的亲传弟子。我眼睛一亮，当即行礼，多谢长老厚爱。梁远能够跟随长老炼丹，这是莫大的荣幸，弟子拜见师傅。这枚丹药就当是孝敬你老人家的了。贺清长老喜笑颜开，收下丹药，挥手将我送上仙
仙鹤背。此时张怀仁厉声喊道：“且慢！”他对着贺青长老拱手：“在下张怀仁，方是灵米铺掌柜，还望给张某一个面子，将梁远留下。我要了断二人之间的恩怨。”他周身气息凶厉，毫不掩饰对我的杀意。在场修士见状都面露怯意，他可是筑基期修士，这梁远怕不是麻烦大了。可惜了，梁远就要加入药王谷，还是被张怀仁追了过来。给你面子。贺青长老脸色一沉：“我的亲传弟子，你想了断什么恩怨？你一个灵米铺掌柜也配？滚！”贺青一掌推出，灵气涌动如无形巨掌，轰隆一声，尘土四溅，地面下沉3尺。张怀仁虽同为筑基期，却被震得连连后退，根本讨不了好，不知所谓。贺青不再多言，挥手示意仙鹤起飞。张怀仁咬牙切齿，满眼恨意，身影躲进人群，显然并未善罢甘休。我暗忖，张怀仁杀心不减也好，等我在药王谷前修治筑基，定要找他了断。我后来才知道，张怀仁重伤吐血离去，自觉颜面尽失，竟决意加入离火宗。此时仙鹤载着我们穿过巍峨山峰、朦胧云海，最终落在一片碧绿林地。药王谷的楼亭阁宇隐现于细雨云雾之中。我随贺青长老落地，只见各店长老已在一旁等候，正挑选通过考核的弟子。贺青抚着胡须得意地给我解释，我们药王谷分为灵符店、灵药店、杂物店等几大分支，这是个店长老来挑人了。我连忙问道：“师傅，我们是哪个店的？”“我们是杂物店，负责收取宗门各店的破损物品，能废物利用则留，否则丢弃。”贺青笑着取出一本陈旧破烂的功法，这是我在功法店捡的破损功法，虽有残缺，但绝不简单，就当是给你的见面礼。我们杂物店的好处就是能捡漏，只要有眼力，总能有所收获。我接过功法，只见封面上写着紫玉炼体诀，心中顿时狂喜。我正缺淬体功法，还有张夫人储物袋里的紫玉膏可用。这时面板浮现，当日剩余修复点数6，当前可修复物品：紫玉炼体诀残本，可投入23修复点进行修复。23点修复点数虽多，却足以说明此功法品阶不低。我当即谢过师傅。就在这时，炼器店、灵符店、灵药店的外门长老匆匆走来，语气惊讶：“当真有此事？贺青，你竟敢私自招揽炼出无暇义气丹的好苗子！”一名长老看向我，急切地问：“这位小友，你可是炼出了无暇品阶的义气丹？”贺青起初还看走了眼，一名长老附和道：“小友别怕，这贺青有眼无珠，差点让药王谷错失好苗子。这杂货店就是掌管破烂的地方，没什么好去的，跟我们走吧。”3大店长老纷纷抛出橄榄枝，眼神中满是青睐。我正暗自冷静，忽然有人暗中传音：“小友，我是外务店长老，你若愿意陪我过夜，灵石资源绝不会少你。”我心中大怒，暗自记下了这位外务店长老。贺青见状，立刻将我护在身后，怒声道：“这是我贺青的亲传弟子，岂是你们能染指的？谁不服，咱们就做过一场，来就来，还怕你杂货店不成？”几名长老顿时争执起来，眼看就要动手。这时神色严肃的刑罚店长老开口：“药王谷内禁止动手，不如让这位小友亲自选择去处。”众长老虽愤愤不平，却也不敢违逆刑罚店的规矩，纷纷看向我。我沉吟片刻，清了清嗓子：“各位长老，多谢你们抬爱，奈何我已入杂货店，不便改投门庭，还请各位长老见谅。”贺青大喜过望，激动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好样的，我一定全力扶持你。”其他长老脸色一沉，冷哼一声，拂袖而去。随后贺青带着我前往杂货店，又领我去挑选洞府。为师给你安排住处就在对面山谷。洞府分3等，1等每月500枚灵石，2等50枚，3等5枚。我大为惊讶，500枚灵石的租金远超我在方氏的花费，当即选择了毫不起眼的3等洞府。走进洞府，我随手摸了摸石壁的青苔，面板瞬间浮现：当日剩余修复点数6，当前可修复法术。时过境迁的洞府，可投入1修复点，恢复往日1年时光。我心中一动，当即对贺青说：“师傅，我就选这里了。”贺青叮嘱道：“你身为我亲传弟子，不必每天来杂物店当差，好好修炼即可。宗门内也有厮杀，外门弟子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你务必小心。”说罢便乘着仙鹤离去。我关好洞府门，暗下决心，宗门底层和方氏相差无几，我必须尽快站稳脚跟，努力往上爬。我当即投入5点修复点数修复洞府。时过境迁的洞府已修复5年，曾经是结丹7大修士开辟的洞府，荒废30年，内有聚灵阵、灵田、灵泉。我心中期待，只需再积累25点修复点数，就能让洞府彻底改头换面。可就在这时，洞口传来破空声，透过我留在外头的麻雀傀儡，我看到一名神色阴柔的青年，正是外务店长老的弟子。青年高呼：“里面的兄弟，我是外务店弟子，奉师傅之命来问你，答不答应他的请求？”我冷声道：“滚！”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深居简出，熟悉了药王谷的环境，也被那外务店弟子烦了好几次。我将此事告知贺青，他虽无奈，却答应帮我交涉，并告诉我那外务店长老名叫吴剑山，弟子名叫邓玉林。期间，贺青看到我布下的小护山大阵，也颇为惊讶。25日后，我终于积累了25点修复点数，当即全部投入修复洞府。瞬间，洞府发生巨变，夜明珠镶满石壁，灵泉、灵田显现，还有不好的聚灵阵，只是缺少阵眼。为了寻找阵眼和更合适的防护阵法，我前往杂物店领了差事，去炼器店收取废弃法器。来到炼器店，我在废弃法器中发现椭圆形物品，残次的阵眼盘，可投入8修复点进行修复。我不动声色地询问炼器店的2名外门弟子，听说可以低价买下这些废弃法器，需要多少灵石？胖子眼珠一转，1块灵石就行，你等会，我去拿签字单。瘦子却暗中传音：“兄弟别签他的字，签了就相当于要在此打铁1年半载，他是想骗你当苦力，你直接去找炼器店长老交灵石就行。”我心中一怒，不等胖子回来，直接找到炼器店长老，用1枚灵石买下了那枚残次阵眼盘。又过了8天，我积累了8点修复点数，正准备修复阵眼盘，傀儡麻雀却发现有人靠近，正是此前想骗我的那名胖子。我打开石门，冷声道：“阵法已撤，你可以离开，也可以进来坐坐。”胖子满脸堆笑的走进来，看到
到洞府内的灵泉灵田，眼中闪过贪婪，却不等他反应，我祭出金刚印，印章迎风长至房屋大小，狠狠砸在他身上。胖子的惨叫声戛然而止，当场殒命。我捡起他的储物袋，发现里面竟有许多蛊虫，真是双喜临门，刚好缺操控蛊虫的功法。我当即取出镇眼盘启动修复，片刻后，芥子镇盘俨已修复，一阶中品，可布下小芥子阵法，将洞府藏于芥子中，仅主人可入。我欣喜若狂，立刻将镇眼盘镶入聚灵阵阵眼，放入灵石，瞬间洞府被芥子阵法隐藏，从外面看只剩山壁，终于彻底安全了。随后我收起小护山阵法，前往杂物店领了去功法店收取杂物的差事，只为寻找操控蛊虫的功法。来到功法店天殿，我看到几名外门弟子正在试练残缺功法，有人甚至练得吐血。一名满脸褶子的炼气后期老妪在旁边监督。我目光一扫，赫然看到一本分裂神眼术，正是操控蛊虫的功法。我走上前，老妪冷冷道：“这些废弃的功法和矿石你都带回去吧。”我装作渴望灵石的模样说道：“我也想试试功法赚取灵石。”老妪咧嘴一笑：“可以，挑选一本，撑过3炷香即可。”我拿起分裂神眼术，面板浮现，当日剩余修复点数0，错误的分裂神眼术可投入8修复点进行修复。我硬着头皮修炼，凭借坚韧的神念竟撑过了3炷香。老妪递来3块灵石，我连忙说道：“这法术是错误的。”我买下它，说着递出1枚灵石。老妪深深看了我一眼，暗中传音：“小友，我能看到你身上的杀意，我们是同道中人，我有一桩机缘，需要心狠手辣之辈相助。我叫赵云霞，有意结交你。”我心中警惕，却假意答应。来到阴暗角落，赵云霞打开储物袋，里面竟是密密麻麻的生魂。小友，这是生魂，我有提升实力的方法，需要生魂和人共修，我们可以去外面贩卖凡人，他们为了钱财自愿送死，怪不得我们。赵云霞说道。我心中杀意沸腾，面上却不动声色点头答应，并约好10天后在3等洞府处见面。回到洞府，我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一想起那些生魂就忍不住干呕。这赵云霞滥杀无辜已是死路一条，10天后的见面便是他的死期。转眼已经几天过去，洞府里我好不容易积累了修复点数，当日剩余修复点数8，当前可修复物品。错误的分裂神眼术修复中，没过多久，我只觉得掌心这本打开的秘籍上面的图解发生了变化。分裂神眼术，神念分裂出来附在傀儡蛊虫之上，形同分身，可控制100余。神念可以随时收回来，不做损耗，哪怕本体死亡，蛊虫傀儡分身也能存在，附在敌人身上吞噬灵力。也就是说，修炼了这个分解神眼术，我等同于能够炼制100多个分身了。本体死亡，这分裂出来的神念都还能够存活。我赫然激动，当即就取出来了此前杀死的炼气店胖子修士储物袋里得到的几个蛊虫，名称是灵蛊103，等阶1阶下品，状态成熟期，有助于修士炼化，能够吞噬敌人的灵力反扑给主人，能够炼作神念化身，可增长生存活命的几率。我看着这蛊虫的信息，上百个是灵蛊，恐怕一转眼炼气期的灵力都要被吞噬殆尽，这绝对是自己的大杀招。我毫不犹豫，这就苦心钻研分裂神眼术。转眼2天过去，也终于是到了和功法店老妪约定的时间。天色昏暗，傀儡麻雀落在峭壁，栩栩如生。一名老妪来到了3等洞府的峡谷处，洞府里我猛然睁眼，从闭关打坐中站起身来，布下了小芥子阵法的洞府连门都没有。我身形鬼魅般出现，对着前方的老妪招手。这里，老妪牙婆心底惊讶，没有看清楚我是如何出现的，其实心里却在冷笑。她的储物袋里确实有着许多的生魂，这生魂大多是凡人，却没有能够为主的主生魂。眼下这位可不就是？她眼中有冷光闪烁，却在夜晚的掩盖下让人看不清。我的洞府就在这里，进去说。我身后出现了师门，这是暂时的撤开了小芥子阵法。老妪没有多想，心里却在暗喜，进了其中还不是手到擒来。显然她加入药王谷已经许多年了，知道药王谷禁止同门厮杀，更知道同门厮杀也可以悄然发生。当然她也是警惕的，毕竟我身上背负的煞气，她看在眼里，却自信自己多年的积累，真要打起来不是这年轻人能够应付得了的。她走进洞府，却惊容涌现，这怎么可能是个外门的洞府？洞府的石壁四处都镶满了夜明珠，好像是星辰满天，里头有灵韵升腾，竟然是聚灵阵。还有洞府颇为宽广，别有洞天，竟然还有灵田。她忽然感觉手臂一痒，低头一看，顿时心底一震，不好是蛊虫。她瞬间认出来了，这是灵蛊，吞噬他人灵力的时候，甚至能够让人不查。她并不知道这是灵蛊是什么时候爬到她身上的，她瞬间头皮发麻，她的身上竟然爬满了是灵蛊，少说也有100个。猛然回头看向了身后的我，是你，你竟然把那本分裂神眼术修炼好了，才能操控这么多蛊，你不能杀我！老妪噔噔噔的后退，沙哑着声音大喊着。然而为时已晚，当他转头的顷刻间，一柄飞剑已经抵达了脑后。别说是灵蛊吞噬了灵力，哪怕他全盛时期也不是我的对手，只不过是灵蛊的存在缩短了时间。老太婆倒地后，我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掐着鼻子收拾她的尸体，不忘随手取下了她的储物袋。想了想，还是皱着眉头打开这个能够装着生魂的储物袋。一打开，袋子中的生魂有男女老少，呈现半透明形状。我想起在10天之前第一次看到这些生魂的时候更加凝实，如今已经半透明状。难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要魂飞魄散了？我不能坐视不理，还是找个法器把他们装起来再说。我紧接着就想起了番旗。时间来到了9月，我经常前往杂物店找差事，各大店去领取废弃的物品回来。我想找到一个番旗法器将生魂装起来。眼看着老妪手中得到的生魂就要变得透明，我心里不是滋味。
今日我捧着杂物店的令牌，再次前往炼器店，我来就见到了熟人，正是当初提醒过自己的那位炼器店的瘦子。一路走来，难得的好心性格的人，他名为秦苍竹，炼器中期的修为甚至都不如我。他身板瘦弱，为人低调。我这段日子也跑了几遍炼器店，和他算是认识。他走过来说道：“梁兄，你要找到的废弃的法器，番旗类的今天倒是有，就是太过破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秦苍竹咧嘴笑道：“快给我看看。”我眼中一亮，秦苍竹旋即从堆积如山的废弃物品中拿出来了番旗，交给了我。这个就是。我接过来一看，这就是旗子模样。和阵旗不同的是，番旗很长，有几条尾巴，一根不知名材质的杆子，可以提在手中。只不过这终究是炼器店丢弃的，番旗上面的皱纹处都裂开了裂痕，杆子也是从中间断裂的。这模样的法器，哪怕是过度灵力进入也是漏风，根本没有了任何作用。我却心里惊喜，他人看来这番旗没有用，但我不同，我有修复点数，并且这又半个月过去，又积累了不少的点数。秦苍竹忽然低着头，我见到他的神色也警惕了起来。与此同时，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有人来了。此人恐怕是炼器店较为资深的外门弟子，或许还是外门亲传。在大家都挥汗打铁的同时，他没有半点汗水，一副惬意模样。梁兄，你小心了，上次那位想要欺骗你签字的，其实就是此人的狗腿子。此人名为张辽，并不是什么好人，他有一术能够让人誓约，达到操控人的目的。秦苍竹传音提醒道。我不动声色，一副没有理会此人的打算，收起了炼器店的废弃品，拿着终于寻到的番旗，就要去找炼器店长老交上一枚灵石后回去洞府。张辽，我也只是记住了此人的名字，对于这种人不招惹自己还好，一旦惹上自然是不死不休。也好在他没有理会招惹自己，一转头我已经走远。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6，当前可修复法器残次的招魂幡。我回到了洞府，直接开始了修复。片刻后，万魂幡已修复，可奴役生魂，让魂魄能够藏身其中。收服越多的魂魄，番旗的威力就越强大，理论上来说可以无限的提升，只要收进其中的魂魄够多够强大。我起初看到仅仅只是一阶下品的法器，不以为然，毕竟如今我可是拥有了2阶上品的金刚印。然而当我看到万魂幡竟然还能够提升品阶，终于明白到了为什么在修仙界里许多人都会拥有万魂幡。有了万魂幡，对于有些敌人杀死之后，就应该用万魂幡收起魂魄，以后慢慢折磨。我炼制了万魂幡后，一拍储物袋，一道道半透明快要消散的生魂从中钻出来，被炼成生魂的都是厉鬼，凶狠之极，张牙舞爪。万魂幡一招，顿时所有的生魂都装进了万魂幡之中。我念头一动数了数，竟然足足1001个生魂。这世界修仙生存尚且艰难，凡人生存同样的难。遇到了黑心的修仙者，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也好在遇到了我，否则这些生魂连投胎的机会都没有。我心里惆怅，出门走走，狂风呼啸。我抬头顿时挑眉，见到了天上灵兽飞过。巧合的是，这只灵兽自己还认识，不就是青玉坊见到的那名童颜鹤发老人？当初见到这头仙鹤的时候，发现他生病了。此时我眯了眯眼睛，炼气后期之后视力惊人，能够亲眼目睹就是这只生病的仙鹤。只见他扇动臂膀，虽然翱翔天上，却眼睛无神，眼看着是病入膏肓了，也不知道生的是什么病。我心里思索，就有了想法。上次刚刚来到这药王谷的时候，有许多长老出言抢夺，其中的一位长老就有此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此人是刑罚殿的长老。我眼中闪烁不定，想起了楚三娘、方老，都是因为自己治好了他们的病，欠下了人情。修仙问道：人情世故很重要，这刑罚殿长老的人情可不小。我已经在寻思着，在这危机仍然存在的药王谷里，或许是要得到刑罚殿长老的人情，才能够心安吧。转眼来到了深秋，我今日手捧杂物店令牌，赫然来到了刑罚殿所在的山野。一抬头就见到此地的阁楼，仿佛更加的威严。我令牌在手，畅通无阻。完成差事后，见到那名刑罚殿长老正好乘着仙鹤从外面赶回来。晚辈杂物店两远见过长老，我眼看机会难得，没有等待，当即就上前去。这是阁楼的一个突出去的平台，这里仙鹤刚刚落下，这名刑罚殿长老童颜鹤发，身板挺直，一看就是个不怒自威的严肃性格。何事？刑罚殿长老正要把灵兽收进兽环离开，显然他对我是有些印象。我当即开门见山，一指仙鹤说道：这位长老，我们药王谷炼丹著称，为何没有治好这只仙鹤？可是患了什么疑难杂症？晚辈略懂医术，斗胆看看，有信心能够治好长老的仙鹤。刑罚长老挑眉，他知道外门的弟子为了往上爬，为了灵石，为了实力，许多事情都做得出来。他眼中的我也是这般人，或许是想要赚起他的人情。长老脸色古井无波，看不出情绪，只是点了点头道：那你试试，你能够治好我的灵兽，我可以给你200枚灵石当做报酬。我低头略微失望，看来打算落空了，毕竟治好了也没有什么人情可言。这长老也深谙人情世故，不想欠人情，用灵石打发，不过也不气馁。我当即走向了仙鹤，仙鹤有灵，似乎听到了我和长老的对话，他亲昵地眨了眨眼睛，然后低下了头，似乎让我把手放到他的头顶。我伸手接触到仙鹤柔软的羽毛，面板也映入眼帘。当日剩余修复点数28，当前可修复灵兽。生病的仙鹤灵兽可投入1修复点进行修复。我没有犹豫，直接修复。片刻后，眼前的仙鹤肉眼可见的恢复了精神，一双萎靡的大眼睛顿时瞪大了起来，欢愉地拍了拍翅膀，似乎在给我道谢乎。我假装抹了抹额头汗水，转头说道：长老，仙鹤已经治好，这是你的报酬，拿去。刑罚殿长老不动声色地准备好了灵石，我也不矫情，拿着就走，没有片刻的停留。我心知区区一个灵兽罢了，哪怕治疗好了也得不到什么人情，至于灵石200枚也不少了。
殊不知在我转身走远，这刑罚殿长老还是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一低头眼中有些激动。他想起了一个患病的后辈，此子了得，不用灵丹妙药就治好了我的仙鹤，或许我可以请他帮忙。倘若他真有本事，老夫欠他人情又如何？当然此时的我还不知道，对于我如今不缺灵石来说，这点报酬显然是亏了的。我如今更缺的是修复点，不过这段日子过去，修复点数积累的差不多了，或许那本紫玉淬体诀可以修复了，紫玉膏也能派得上用场。我走出了刑罚殿的阁楼，正要回去杂物殿，忽然迎面走来熟悉的身影，正是在炼气殿的时候，秦苍竹提醒过要小心的那位，似乎叫做张辽。只见此人长着国字脸，五大三粗，却有细长的双眼，笑起来给人精明的感觉。他原本只是路过，却惊讶地看到我刚才和刑罚殿长老在凸起的阁楼平台上说着什么。张辽看到我走出阁楼，于是加快脚步。这位兄弟，我们昨日才见到过，认识一下，交个朋友。他走上前自来熟地说道。我没空，告辞。我皱眉没有理会。且慢。张辽脸色一沉说道，听说我师弟让你签字，他不久后就死了，会不会与你有关系？事实上他并不怀疑我，只是此事确实巧合，以此要挟罢了威胁我。我心里一怒，此人就是个黑中介。据秦苍竹所说，他有一术能够让人失约不得不听话，好比黑奴般被他摆弄。我第一次去炼气殿也差点签了字，对此人可没有好感。原本打算不招惹自己就算了，竟然还这么恶心的迎上来。我心里冷笑，却装出忌惮模样说道，这位师兄你要如何？兄弟我也就和你交个朋友。张辽爽快地搭起了我的肩膀，我们合作一番吧。我有一术可以让人给我们打铁赚灵石，你杂物殿外门弟子虽然不多，但是都可以让他们过来，你就让他们签个字就行。我心里厌恶，脸上却高兴的模样答应了下来。此事有益无害，既然有灵石何乐而不为呢？多谢师兄携带，我们出去喝一顿，我请客。我热情地说道。两人勾肩搭背，好似真的成为了朋友。张辽心里也在暗恶，原来是愣头青，为了灵石也是可以不要良心，如此正好。两人这就往药王谷外走去。一段距离之后，来到一处河峡，正要过河，张辽咦的一声嘀咕道，兄弟跟上啊。忽然耳边传来细微风声，张辽猛然回头，他瞳孔放大，一脸震惊愤怒，他想要张口却再也说不出，一把飞剑横穿而过，穿破了他的喉咙。期间他还想祭出法器，眼眸无光扫过，看到身上爬满了噬灵骨，不知何时他身上的灵力就被吞噬得干净。噬灵骨就是如此的狠辣，吞噬灵力的时候能让人灵气麻痹感知。反应过来后为时已晚，我神色无比冷厉，手中夺出了张辽的储物袋，身后张辽失去了气息，扑通倒下了河峡的河流中。我看了看四下无人，甚至还有傀儡麻雀在远处做眼线，确保没有任何人看到，当即身影晃动消失在了此地。